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席卷全球的浩劫，给世界各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。然而，在这场历史巨变中，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军事将领，他们以卓越的指挥才能和非凡的战略眼光，改变了战局的发展进程。今天，我们将一起探讨二战中涌现出的10大名将，你对其中有多少人熟悉呢？请跟随本期视频，深入了解这些伟大人物的故事和成就。以下排名不分先后，敬请期待。首先，我们要介绍的是排名第10的名将，美国的西点之父麦克阿瑟。阿瑟于1903年以98.43分的优异成绩从西点军校毕业，这一成绩不仅创下了西点军校的毕业纪录，还成为了25年来该校学员中的最高分。他的军事生涯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，在战斗中锤炼出卓越的指挥能力。1919年6月，39岁的麦克阿瑟被任命为西点军校校长，成为该校自创校以来最年轻的校长。在他的领导下，西点军校进行了多项重要改革，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军事人才。1936年8月，他获得了菲律宾元帅的军衔，进一步证明了他的军事才能与声望。1937年，他从美国陆军退役，并于同年12月31日出任菲律宾陆军总司令，开始着手组建菲律宾军队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麦克阿瑟担任西南太平洋战区盟军司令，负责指挥该区域的联合作战行动。1942年12月24日，他晋升为上将，并在1943年被任命为盟军西南太平洋战区总司令，发挥了重要的指挥作用。1944年12月，麦克阿瑟再度晋升，成为陆军5星上将，这一荣誉使他在军事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。1950年，朝鲜战争爆发后，麦克阿瑟被任命为联合国军总司令。然而，随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勇反击，麦克阿瑟逐渐失去了美国政府的支持，最终在1951年4月11日，时任总统杜鲁门以未能全力支持美国和联合国的政策为由将他撤职，李奇微接任这一职位。1964年，麦克阿瑟在美国陆军医疗中心去世，享年84岁。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第9名的美国将领，血胆老将巴顿。巴顿是二战期间最被美军低估的将领之一，他拥有独特的战略眼光，曾准确预见日军会发动对珍珠港的偷袭，并大胆指出坦克将在二战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。然而，这些观点在当时并未受到重视。巴顿是首次将装甲作战理念引入美军的先锋之一，他在北非战场上临危受命，以闪电战的方式歼灭了15万德裔联军，展现了其出色的指挥才能。在随后的西西里战役中，他率领部队横扫这座战略要地，成功迫使意大利法西斯投降，显著推动了轴心国的崩溃。这一系列战役使得巴顿在二战中声名鹊起，在他指挥的装甲部队中，巴顿表现出强大的战斗力，多次对以装甲著称的德军发起冲锋，创造了在短短2周内消灭超过10万德军的神话。他以极具侵略性的风格和大胆的战术闻名，被认为是二战中最为疯狂的将领之一，始终冲在战场的最前沿，并善于在危急时刻采取果断的行动。然而，尽管他在战斗中的伤亡率在盟军中相对较低，却始终因为极端的冒险主义和冲动性格未能获得更高的指挥地位。轴心国对巴顿也十分忌惮，多次给予其高度评价，甚至认为巴顿在哪里，防线就应该在哪里。尽管巴顿的才能无可置疑，但他冲动的性格使他在军事生涯中屡屡陷入争议，也因此只能屈居于后。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排名第8的名将，日本的赌徒山本五十六。他是二战期间日本海军的主要缔造者之一，曾成功让不可一世的美国海军遭受重创。山本五十六以敏锐的战略眼光著称，他主张日本应当大力发展航空母舰和舰载飞机，从而极大提升了日本海军的实力，鼎盛时期甚至达到了世界第2的水平。在他的领导下，日本海军的航母数量多达25艘，凭借这一强大的海上力量，曾在亚洲战场上拥有绝对的制海权，给美国海军造成了重大损失，令美军感到极为头疼。尽管山本五十六在对美战争中明确提出反对开辟太平洋战场的观点，但在高层压力下，他被迫执行这一计划，并最终策划了著名的珍珠港偷袭，成功以极小的代价使美军损失惨重。然而，山本五十六的军事理论过于依赖巨舰大炮制胜的思想，
同时其赌徒般的性格使他在中途岛战役中孤注一掷，最终遭遇了惨痛的失败。这场战役的失败不仅使日本海军陷入了低谷，也使其失去了在太平洋地区的主动权，导致战局急转直下。此外，山本五十六还是一个狂热的军国主义者，他的决策和行动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灾难，因此在评价上并不高。1943年，他在视察部队时，其座机被美军击中，不幸身亡，享年59岁。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排名第7的名将，英国的沙漠之鼠蒙哥马利。他是盟军中最杰出的指挥官之一，也是二战期间最为谨慎的将领。步步为营是他的显著特点。在北非战场上，蒙哥马利凭借出色的指挥，才能大破德意联军，成功击溃了德军名将隆美尔，极大扭转了盟军的颓势，因此他名扬四海。随后，他参与指挥突尼斯战役，成功消灭了轴心国在北非的军事部署，俘获了25万人，从而结束了北非战事。蒙哥马利还先后参与指挥了西西里登陆和诺曼底登陆，开辟了新的欧洲战线，致使德军的堡垒行动被迫取消，进一步加速了轴心国阵营的崩溃，改变了二战的战局。他在二战期间强调战前准备，主张人力胜天，奔波于各个部队之间筹备物资，鼓舞士气，成为各部队协调的关键纽带，为多场大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。然而，尽管蒙哥马利在战场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就，他的过于谨慎和缺乏魄力使他只能善于打优势战。在花园行动中，他的指挥遭遇惨败，暴露了他在冒险和决策方面的短板。这种谨慎的指挥风格虽然为盟军的胜利打下了基础，但在某些关键时刻却未能把握住战机。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二战10大名将中的第6位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。他被誉为奠定二战胜利的头号功臣，同时也是最有效率的军官之一。尽管艾森豪威尔在二战中指挥的战役数量并不算多，但每一场战役都具有重大意义，能够逆转战局。当盟军在北非战场遭到德军的肆虐时，艾森豪威尔被任命为远征军总司令，成功指导了北非登陆战和突尼斯战役，迫使德军不再敢于涉足北非。随后，他指挥了西西里登陆战，迫使意大利法西斯政府的垮台。在谈判陷入僵局的情况下，艾森豪威尔通过一场南部战役，成功让伊军转向支持盟军，进一步削弱了德军的力量。他之后指挥了约300万盟军进行抢滩登陆战，为二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与前面几位名将相比，艾森豪威尔在大规模指挥方面表现得更加出色，展现了卓越的大局观和战略思维。这种能力使他在战争结束后顺利当选为美国第34任总统。在二战10大名将中，排名第5的是德国的沙漠之狐隆美尔，他是德军3大名将之一，因其出色的指挥才能和战术灵活性而闻名于世，堪称希特勒的纵火犯。面对被称为陆战第一的法国，隆美尔在短短1个月内就成功突破了法国的防线，带领装甲部队一路横扫，展现了非凡的军事才能。在北非战场上，他更是轻松扭转了德军的颓势，重新改写了战场局势。隆美尔擅长以少打多，以弱胜强，灵活运用战术，根据战场实际情况进行调整，仿佛沙漠中的狐狸。所率领的部队经常出奇制胜，在盟军的薄弱环节上给予致命一击。尽管隆美尔后来在北非战场上败于蒙哥马利，但他在战术上的才能依然不可小觑，展现了卓越的指挥能力。然而，他在战略层面却存在明显不足，这限制了他的发展。此外，隆美尔个人感情用事，时常在战斗期间回家陪伴妻子，导致他错失了许多关键战机，这也使得德军逐渐陷入了颓势。因此，尽管隆美尔战术高超，综合考虑后，他只能位列第5。排名第4的将领是抗日名将孙立人，他被誉为军级单位中歼灭日军最多的中国指挥官，享有东方隆美尔的美誉。在淞沪会战中，孙立人以一支并不强大的部队，多次抵御日本军队的进攻，从而崭露头角。真正让他声名远扬的是他随远征军入缅作战。在仁安羌战役中，孙立人以不足1000人的兵力，成功解救了近7000名友军，取得了盟军自太平洋战争以来对日本军队的首次胜利。这一战绩轰动了全球。在第2次入缅作战中，孙立人灵活运用装甲部队，以出色的战术多次击败日军，最终成功歼灭了横行东南亚的日本王牌第18师团，创造了二战史上
唯一缴获日军甲种师团印信的壮举。在历时2年的战斗中，孙立人指挥部队共消灭日军超过3万名，击伤5万余人，战绩斐然，因而成为当时中国唯一的世界级名将。接下来排名第3的将领是美国海军的救世主尼米兹，他是在国家危难时刻受命于败军之际的重要人物，被认为是太平洋战争的首要功臣，成功扭转了美国海军的历史进程。在珍珠港事件之后，尼米兹在绝望的时刻引领美国海军重返光明，迅速组织并整合可用力量，采取攻防结合的战略。他在接下来的3年里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，复仇日本军队，直接导致其一蹶不振，退出了太平洋战场。尼米兹以沉着冷静著称，他在珊瑚海战役中以弱胜强，成功击败了日本海军。此外，他在中途岛战役中再次以少胜多，轻松击溃日军，损失却仅为敌方的1/10，令日本海军遭受重创。因其杰出贡献，美国的航母也以他的名字命名，他的海军上将军衔是专门为他设立的。在2战的海战历史上，尼米兹毫无疑问是海战之王。接下来排名第2的将领是德国的战略之王曼施坦因，他被誉为希特勒的智多星，是2战中轴心国的战略大脑，同时也是闪击波兰的主要策划者。凭借其卓越的指挥才能，曼施坦因成功的集中装甲部队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克了波兰。在随后的战争中，他制定了著名的镰刀计划，凭借绝对的装甲优势，将英法联军打得毫无还手之力。他巧妙地将现代与传统战术相结合，仅用2个月的时间便拿下了曾经被誉为陆战最强的法国。然而，在战争后期，德军逐渐陷入困境。曼施坦因展现出非凡的军事才能，指导了哈尔科夫反击战，以10万德军大败50万苏军，为德国争取到了苟延残喘的机会。尽管曼施坦因是2战中一位天才般的战略和战术大师，但由于他协助希特勒对抗世界，给全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，最终也导致了自己的失败，因此不得不狼狈收场。最后排名第1的名将是苏联战神朱可夫，他被视为苏联的守护神，凭借卓越的军事才能，使得连斯大林也不得不对他心生忌惮。朱可夫是大兵团作战的顶尖指挥官，成功将不可一世的德军逼入了深渊。在莫斯科保卫战中，朱可夫成功击退了德军的进攻，驱散了笼罩在苏联上空的阴霾，止住了德军的势不可挡。而后，他又指挥了斯大林格勒战役，以围歼德军精锐部队，打击了德军的士气和战斗力。朱可夫指挥的3大卫国战役，拖垮了德军550万大军，极大地缓解了欧洲战场的压力。他的军事才能令众多2战名将折服，连曼施坦因也成为了他的手下败将。艾森豪威尔对朱可夫赞不绝口，认为没有哪个人对联合国的贡献能够超越朱可夫元帅。最终，连希特勒这位在欧洲战场上横行无阻的独裁者，也在朱可夫的攻势下选择了自尽。可以说，朱可夫在2战期间，无论是战绩、贡献还是荣誉，都实至名归地位居榜首。